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这位职业哥哈，NV Long 的一个千珏的一个刷野抓人思路，然后出装符文搭配。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版本怎么去抢第一层的那个被动了，因为第一层被动的话是大概就是一定是会刷在河道线的，但是上河道线呢还是下河道线呢，这又是随机性的。这里的话给了个印记，判断了一下这个位的话，不是从蓝区开始刷啊，所以知道他是从那个下半野区开始刷的，他不是红。这里的话不要去拉野啊，这里的话再拉过来一个 Q。像刚刚如果拉开的话啊，那个狼可能就打不到，就是不能一起打了，就是小的那个小怪。这里先交惩啊，再放这个 W， 这样的话才可以更好的去拉野，然后这样的话刷野速度就比较快。这蛤蟆的话是生命值越低，那什么越高。哎，对方的话知道你在这边刷这个，过来集火。哎呀，惩戒交了。对面那个谁啊？对面卢锡安玩得很好，在线上拿到优势。那这样的话，第一层如果没有叠的话，他还是会继续刷在河道线上。像这局的话是带水友啊，但如果说你玩千珏玩的还是比较不熟练的话，还是千珏是可以带3绿的哈，不是说不能带，是可以带的。这样就很炸了呀！对方这边没什么野可以刷了。这里的话，必须得拿人头，或者说刷到河道线，把那个印记给拉出来，不然的话，第一层印记会一直卡在那里。像刚刚求稳一点，等队友上，说不定还能捡个人头，叠个印记啊。说实话，那波一直待在那里，其实有点装了。这里的话，来中路。这炮车的话，不让对方吃。但这个左一不想卡兵线，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去把前期的这种大，说实话拿不到印记已经大劣势了，好吧？这对于千珏来说，就卡了一波节奏。这里的话让双人路。一定要把这个线压过去，有线权，不然的话又靠过来的话，第一层印记一直打不出来，就已经很难受了。如果千珏零印记是最垃圾的，你知道吧？如果印记第一层印记没出来，就一直会标在河线那里，你就很难受。你如果说第一层印记拿出来拿到以后，你就可以利用控野的一个是吧？方式，大概率这些那个什么层数的话，好像是一开始是会出现在那个蛤蟆和那个石头怪那里，到了3层以后就会出现在红 buff 这些地方。
然后到了7层以后呢，就只会出现在史诗级野怪。但你这个标印记的话，就是对方英雄身上的话，你这个也是提升那个印记的一个叠加印记的一个速度，就看你能不能捡到这个有印记的人头。哦，是4F， 这里的话又被瞬间刷掉了，那又得等30秒以后印记刷新才行。对面的话就是故意不吃印记，就不刷掉那个4F， 你知道吧？就等印记刷出来以后再刷，那说明对方打野的话其实是个小高手。这里给这印记叠一下，哎，这印记吃不到了。但首先一个点得保证自己不会被反杀哈，保证自己的经济就好了。这里的话判断了一下，印记在这个蛤蟆这边，这里再卡个河蟹，但 A 不到了这个河蟹。河蟹的话，看看能不能让队友过来。没办法，卡不了了。这波直接开大招，哎，拉开，对方会不会跟呢？这边直接打不了了。前面的话确实还是打不过啊，让队友好好的去发育。这里龙的话也不要了，直接去下路带线。对方直接过来就是集火打野。完了，这铁男的数值还是蛮高的，我差点把对面给反杀了。但对面这么操作啊，说实话胆子挺大的。这样做的话，对于职业哥这边来说的话，就是上半野区还有，对面是直接打到一半就让上人路去打了，然后直接去选择来抓下路，不然的话没那么快能赶得到。这里的话网络有点波动了。看一下，怪怪的。哎，这里的话把核桃蟹再刷掉，就有时候得卡一下这个印记。前3层叠完以后，那就开始了到蓝红 buff 吧，蓝红 buff 还有那个3狼的那个位置对印记的，好像是5层以后还是3层以后，应该是3层以后。这样的话得拼着去拿命吃印记了。这里瑞兹不敢过来，那中路反倒是可以推掉。对面追的好深呢，这里给印记给到对面射手，因为可以绕去抓对面射手的。哎，这里开 W， 有大招不要怕，直接，哎呦，这个中单抢人头了，印记没拿到。哎，哦。助攻是有印记的吗？我不太记得。不过这波已经拿到5印记了。
倒还好哦，没有叠加。刚刚是4印记叠到5印记。哎，不是应该要拿人头吗？然后手游不一样，我不太记得了。千珏这个英雄真的我也好少玩，我没怎么玩过千珏。但我知道千珏是什么个样子。这里的话，刷掉他们的蓝红 buff， 跌到了6成，一个 Q 穿墙就好了。这种时候就贴边。这里的话，千万不要打架。这里半分钟应该可以刷到这个蓝 buff， 卡一手蓝 buff 就可以了。哎，哦，不打算卡。这一波的话，抢中路兵线，然后往大龙靠，看看能不能把大龙给拿下来。哦，应该是他那个，你看没有，右上角他那个网络有点波动啊。哎，这里的话，直接来到一个位置，很危险的位置，直接收掉。但铁男的话被对面秒掉了。牛头开到2个 ，W 一开收掉安倍萨，印记来到第7层，晕到了，可以。有点想把那个印记吃了，因为他拿掉那个印记加这个大龙的话，可以直接叠到9成，2成的 buff。哎，还没有吗？现在是要7成以后，还有多少成以后？9成？我得重新看一下。这里的话，传送门多过去。这样拉出来，然后拿到龙以后，这牛头顶的挺不错的，顶到这边来了。这样的话，这局彻底翻了。这里的话，入侵对方野区以后，这里牛头的话有大招，可以直接去扛伤害，直接顶进去，扛塔就好了，直接秒的。哦，是1到4层，在那个 F4和蛤蟆河道蟹，第1层是必须出现在河道蟹，5到8层是在蓝红8层以后。哎，我记错了 ，sorry， 是8层以后才只会出现在那个大龙资源点，基本上叠到9层，输出已经很爆炸了。只要阵容好的话，千珏这个胜率还是蛮高的。
你可以看到这边职业哥每次的他那个身位控制都是很好，所以对面都很难说啊给到控制给到这个职业哥这边，除了前面几波有点贪心。这里的话，队友状态不是很好了，赶紧上来。这个时候你知道吧？这个铁男的大招只需要在打龙的时间内，是吧？关注对方打，直接关对方打野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的印记就是80%以后的印记只会刷新在这些史诗级野怪。就是这些资源点。哦，这里的话拉进去了。这里的话，牛头可以往前拱，哎，可以秒掉了。一个顶2个，落的话给到控制。安倍萨进场也是顶不住这个天爵的这个百分比伤害啊，他那个叠印记是直接打出让技能变成那个百分比伤害。大招一开，全水都没有，救不了。那行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了。